影视文学作品中都展现过一种现实中不存在的物种，它们被称为人猿战士。传说起源于苏联实行的一项秘密实验，用人和猩猩杂交得到的后代，然后进行训练，组建成为人猿部队。他们起初因为体能充足，被用于建设苏联。后来冷战开始，传说苏联把他们训练成为秘密部队，时刻准备对抗美国。这个计划由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批准，著名生物学家伊万诺夫带队，在国家级研究中心苏呼米秘密进行。那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实验到底存不存在，是真实还是传说。先说说这个实验的学科带头人伊万诺夫。1870年出生于西格雷市的一个地方官员家庭，当时还是沙皇俄国。26岁的他大学毕业，选择去法国留学继续深造。几年后回到俄国的他入职彼得格勒的皇家实验医学研究所，在那里他主要从事人工受精方面的研究实验。他的这项研究正好可以改善当时的畜牧业水平，因此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。他用人工受精的方式挽救了很多俄国的濒危物种，同时他用该技术也创造出了之前没有的动物，比如斑马驴。可能是先前的杂交实验太过于顺利，让他不满足于只用动物做实验，于是他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。在1910年举行的世界动物学大会上，他向参会的科学家首次提出了要用人与猩猩做杂交实验。很多科学家对他的荒诞想法提出了质疑，但是他却十分坚定自己的想法，并且想方设法找赞助，用于支持他的实验研究。直到1917年，10月革命的一声炮响，让他看到了希望。他找到新建立的苏联政府，请求给予实验上的帮助，但是苏联刚刚建立，根本就没有条件给他提供实验场所。无奈之下，他继续等待。又过了7年，此时他已经54岁了，可能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，于是前往法国寻找实验机会。在巴黎，他与以前留学的同事交流时，又提到了人猿杂交实验，很快得到了巴斯德研究所的支持。但是研究所没有办法提供资金，只能提供一间位于法属几内亚的实验室给他。这个消息让他异常兴奋。接下来他赶回了苏联，向政府报告了这一消息。政府同意了他的实验，并且给予了资金支持。经过一番折腾，终于在2年后来到法属几内亚实验基地。整个团队一共就3个人，除了伊万诺夫，还有他的儿子和一个学生。由于人手不够，他只能花钱请当地人帮他们抓捕和看护猩猩。1927年3月28日，他们进行了第一次秘密实验。之所以说是秘密，是因为只有他和自己的儿子参加。实验用到了2只母猩猩，但实验结果却不是很满意。那问题来了，只有母猩猩，那人的精子从何而来呢？2个月后，他们又进行了第2次实验，但是实验还没有结束。伊万诺夫发现资金已经用得差不多了，他急需得到实验的后代，以此向苏联申请更多的资金。但简陋的实验条件加上当地人对他的阻挠，让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验成功。无奈之下，他返回了苏联。虽然非洲的实验没有成功，但他仍然不死心。他计划在黑海的苏呼米研究所再次进行实验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次他改用公猩猩和人类女性杂交。他把这个计划提交上去之后，政府驳回了他的计划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在几个同事的帮助下建立了实验室。由于高加索地区没有猩猩，所以他们还想办法从国外引进了11只猩猩和20只狒狒，但是这些实验对象来到时都太小了，还没有性成熟，只能等着它们长大。高加索地区的气候并不适合它们的生存，一只只猩猩陆续死去，直到1930年，各种条件成熟，可以准备实验。这时，伊万诺夫突然被捕，理由是建立反革命组织，实验再次终止。不知道是不是天意？试想一下，如果这个荒诞的实验成功了，那实验的后代是人还是动物呢？被捕后的伊万诺夫流放于阿拉木图，1年后死去。跟他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个疯狂的人猿实验。收摊儿。